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分享豆腐的传统与现代做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黄豆，倒入盘中之后进行第一次筛选，挑出其中的石子、泥沙等杂物。一般来说，黄豆中的杂物和坏豆比较多，所以需要分2次挑选。然后加入没过黄豆5厘米的清水浸泡备用。夏天浸泡的时间只需要6至8小时即可，而冬天则需要12至24小时左右。如果是夏天，则需要多次换水，否则很容易发酸发臭。黄豆泡好之后捞出进行再次挑选，这一次的目的是选出坏豆和腐烂的臭豆，其中也不乏一些无法泡胀的不良黄豆。然后放入石磨中磨成浆备用。当然也可以放入料理机中打碎备用，但必须搅打1分钟以上，这样才能够充分的打碎打细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分享第一种豆腐汁，醋点豆腐。首先我们在碗中加入1半纯净水，然后再加入1半白醋，搅拌均匀即可。下一步开始煮浆。醋点豆腐需要把磨好的浆事先用纱布过滤，再将多余的泡沫去除，然后开火烧开豆浆。豆浆烧开之后放置一小会儿，待其降温至85度。豆浆降温的过程表面会有一层豆皮需要去除。然后慢慢的加入勾兑好的醋水，边下边推，点至豆浆有明显的散点豆花即可。然后转小火保持温度5分钟即成老豆腐。而此时的豆花比较洁白滑嫩，喜欢嫩豆腐的同学可以在此时捞出挤压成嫩豆腐。5分钟之后轻轻将豆腐推散，小火5分钟之后的豆花逐渐变老，即成老豆腐。然后取出豆腐放入纱布的模具中捣碎，捣碎之后盖上模具，用重物压制10分钟即可。压制10分钟之后即可成型取出豆腐。喜欢口感紧实的同学也可以增加压制的时间。一道醋点豆腐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展示盐卤豆腐。首先准备1块小盐卤敲碎，再加入其8倍的清水化开即成盐卤水。下一步开始煮浆。和醋点豆腐不同的是，后面3种豆腐都不需要事先过滤豆渣，而是直接下锅煮开后盛出过滤豆渣。豆浆反复煮开之后再次过滤豆渣。同学们切记，剩下的豆渣也要挤压出最后的豆浆，然后倒回锅中去除泡沫。和醋点豆腐的方式大致相同，同样的也是慢慢的滴入盐卤水，观察锅中豆浆的变化，待其明显结滑之后停止翻动，然后转微小火几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加速豆花的形成。汤清之后盛出多余的胆水，将盐卤豆腐盛出放入模具中，然后再捣碎挤压成型即可。同学们，盐卤豆腐的成型时间会比醋点豆腐更多，一般情况30分钟左右即可成型。30分钟之后取出切块备用。一道盐卤豆腐就制作完成。下一步我们开始展示石膏豆腐。首先我们来准备石膏水，碗中加入适量的熟石膏粉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拌匀备用。同学们，石膏豆腐的比例为每公斤干黄豆大约配25克石膏粉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将配好的石膏水放入盆中，然后加入烧开过滤好的豆浆。同学们注意，豆浆需要均匀的冲入盆中，后续不能用勺子搅拌，否则石膏与豆浆没有充分的时间结合凝固。然后将其静置30分钟即可成为豆腐脑。此时的豆腐脑非常的滑嫩美味。然后将豆腐脑盛出放入模具中，充分的搅散搅碎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使其充分的吸出多余的水分。再放上重物压制60分钟即成石膏豆腐。同样喜欢嫩的同学也可以减少压制的时间，一道石膏豆腐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展示现代工艺之葡萄糖酸内置豆腐。葡萄糖酸在超市和某宝都有出售，形状为白色颗粒，和食用盐相似，味道鲜甜后酸，主要作为豆腐和奶制品的凝固剂。首先碗中加入适量的葡萄糖酸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化开备用。不同品牌的用量也不同，需要参照产品使用剂量制作。视频中的比例为葡萄糖酸21克，黄豆1000克，水5000克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将调好的葡萄糖酸放入盆中，然后将煮开过滤的豆浆冲入盆中。同学们切记，不管是内置豆腐还是石膏豆腐都不能搅动，而且必须将其降温至85度左右。温度太高会让豆腐脑变酸，变成絮状。豆浆冲好之后将其静置30分钟即成内置豆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葡萄糖酸点的豆腐脑，相对来说它的保水性更好，质地更加细嫩且更有弹性。一道现代工艺内置豆腐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我个人的技术总结。第一，不管制作豆浆还是豆腐，处理原材料的时候必须将坏豆、烂豆、杂质去除干净，只为享受到最纯洁的美食。第二，4种做法当中，醋点豆腐只需要白醋就能制作，且对材料要求很低，但过多食用对健康不利。
第三，其中盐卤豆腐的技术含量最高，主要是盐卤水的加入需要根据经验来定，而没有具体的量化。第四，醋点豆花和盐卤豆花的最大不同，持续加热的醋点豆花会越来越老，而盐卤豆花在温度的加持下会一直保持洁白软嫩。下面开始各种豆腐的成品展示。